川，你好恶心啊，看得我想吐啊。我觉得你挺漂亮的。是吗？我们这跳的能行吗？一定没问题。你跳这么好，你要不留功里吧？去死啊！我让你的抓腰不拘小节，你给我记着。太好了，抓到了！总算抓到了，还是王子殿下英明啊！当然了，也多亏了你这两位贵客相助，才帮我们解得了宫中之危呀。如今祸害已除，我们也该动身回伏龙国了。不多住些日子吗？这儿没有万年神力，我们得回去想办法了。王子殿下是怎么考虑的呀？我也跟他们一起回去，反正父王不想见我，省得留着让他反省。你看他那样，哎呀，王子殿下，你这来去匆匆的，老臣下次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呀。国师放心，待我解决完朋友的问题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要向父王证明，我可以。让老臣再多看你几眼。陛下，父王，就这么不喜欢待在宫里啊？也罢，想去就去吧。既然决定要出去闯荡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善待朋友，好好享受在外面的时光。在外保护好王子。儿啊，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时再回，别怪父亲平日对你苛责严厉。父王，大儿常归来，您多保重。我也想我爹。可能每个冰块脸都更愿意把情谊藏在心里吧。真没想到啊，我父王居然会支持我，一定是我太不了解他了。毕竟是你爹嘛。等从巅峰谷回来，我也该带我娘回入营村看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他第一次对我笑。哎呦，你好肉麻呀！心彤，怎么了？你也想家了？你们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刚才我被国师带去问话，国师说了，为保证王子殿下安全，不让我们再叨扰您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国师，刚才有个守卫也遇害了。确实有点怪，好像都太顺了。从那夜之后，我就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。我们捉到妖的时候，
我还在想是不是香脂的味道太浓了，为什么我一点血腥味都没有闻到，反而是刚才离别的时候。国师，我好像有闻到什么味道，但老国师平日里都干什么？他年纪大了，只能负责父王的起居饮食，最近的一些守卫也是他负责的。我们案发当夜，老国师也是非常快的就赶到了现场。国师不可能有问题。但是那晚老国师神色看起来……话说回来，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杀害守卫的凶手就是妾之，而且这个妾之不是只盗金银玉枝，只对女人下手。也就是说，杀害守卫和杀害宫女的，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只妖。难道父王支持我走，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瞒着我？刚来王宫的那一天，国师有问题。父王，捉妖！且慢！国师，你为何阻挡我们捉妖？可知道这妖是谁？他是你父王。你说这妖怎么可能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数日前，你父王亲自率兵力斩入侵的妖邪，却不幸被一只妖怪所伤。自此之后，每逢子时，他就变成一只吸血的妖怪。只有吸满了人血，他才能渐渐的平静下来，恢复人形。老臣为了掩人耳目，每当深夜，便把牢中一名死囚扮成侍卫，送进宫中，献给国王。您是说，我们之前见到的妖邪就……没错，你们那晚看到的妖邪，正是国王。只不过那天突然发生了窃之欺人的事件，老臣才得以混淆视听，隐瞒真相。为何不请太医？为何不请太医？老臣请了。老臣隐去国王的身份，先后从宫廷内外请了数名的高手来给国王诊断。他们都说，国王的病在元神，在髓骸一事，回天乏术了。王，你醒了。你都知道了。玉泉啊，你从小就爱钻研医术，这寻根查证、望闻问切，千余城里没有多少人比你高明。我的病情，你也说说吧。无妨，你已诊断多次了，你就直言不讳吧。
父王索然药毒，已遍布全身，若无良药，不出数日便会堕落妖邪之流。你说的很中肯，御医也是这么诊断的，只是他们不敢直说，颠来倒去的，绕了个大圈子。父王，儿臣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陪我出去走走。数月之前，这里还是百货云集，一片圣洁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吧。如今却像是换了天地。大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行行好。我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好，真是愧为天子。父王不必自责，父王在位期间已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人人都在歌颂，这是太平盛世。要怪，就该怪罪那释放妖邪的一枚。于谦啊，你还记得自己离开千羽国多少时日？2年多了。是2年零13天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危难之际，儿臣却置身事外。当日你派信使送吃猪时，我便发现他身上有伤，心存怀疑，我却没有进一步追问。是我不让他向你透露。我曾经也和你一样，也曾在少年时偷偷逃离王宫，在江湖游荡，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宿命，回到宫中继承王位。自你幼时起，我就对你严加管教，希望你日后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。想不到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渴望逃出牢笼、向往自由那颗心也愈发强烈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被毁那一日，我想明白了。我希望你在外有所闻有所见，哪怕只有1天，也要感受1天的自由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让他们父子俩好好相处一会儿吧。这什么妖啊？妖毒这么厉害？这个东西叫蛊雕，是一枚从死妖瓶里放出来的。国王手刃死妖的时候，不小心中了蛊毒，恐怕现在已经时日无多了。果然，又是这个一枚。看来我们得尽快前往巅峰谷，阻止更多的悲剧发生。他爹不会真的变成妖吧？如果说之后彻底妖化的话，恐怕会伤害很多无辜的性命。那是千羽国的国王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板砖的爹。就算他变成妖，他也是板砖的爹。我娘也是妖，但如果有人要伤害他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板砖也会的。既然是妖毒，那一定有解毒的办法。如果说大陆上面找不到，我们去巅峰谷找。对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
父王，您在此地稍等我一会儿。爹，您的腰还疼不疼啊？再吹一会儿啊，爹爹就不疼了。好嘞。老板，我要给我爹买双鞋。您这哪双鞋最贵啊？贵？嗯，客官，看来你从来没有给你爹买过鞋吧？贵不一定好啊，这鞋嘛，上脚舒服最重要。那哪双最舒服？这双吧，老人家穿着舒服，就是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。就这双吧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啊！谢老板。爹，我给您买了双新鞋，您鞋都湿了，我给您换上吧。佳儿，记得你上次叫我爹，还是2、3岁的时候。朝堂上，你是一国之君；朝堂下，你才是我爹。知道，你是一心为了我。儿臣以后再也不敢放纵肆意了。今日，你就叫我这个称呼吧。好，爹。听着亲切。住了10几年，居然没有看过这样的千羽国全貌。谦儿，爹想和你说个故事。故事，爹，确实好久没给我讲过故事了。5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因冥海蔓延群妖肆虐，只得带着沿途遇到的各地流民，辗转数地，自力求生。后来，他遇到了麒麟神。麒麟神？这不一直是民间传说吗？不是传说，是真的。也许对于民间来说，这早就久远如神话一般了，但对我们王氏一族，却如同昨日之事。当年先祖王坚宇与麒麟神达成契约，麒麟神助他开辟疆土，终成一国之主，而我们王氏子孙则皆要成为承载麒麟神识的容器。这种神力经过王家血脉一代的流传，是我们千羽国国运昌盛的命脉根本。可若有此神力，为何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先祖使用呢？这种神力一旦被释放，作为容器之人，就将失去自我意识，被神识取代。传说当年王千羽也是因为使用了这种神力，以修筑第一冥海的防线，主在此不久之后，便溘然长逝。父王，如今这神力位于何处？
在这里。在我体内，你治愈伤病的天赋，也是源自启灵神的神力。爹为了保护你，不被他人胁迫利用，所以在外人面前没有道出真相。这种神力，看似是祝福，其实也是诅咒。我们王氏一族，虽然享尽荣华，却不过是神的囚徒，祖祖辈辈被困在这美好的诅咒之中。爹，既然我有如此神力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治你的妖毒？谦儿，还记得当年我让你对的那首诗吗？儿臣记得。俗尘兵戈有未平，断碑埋没莽横行。冥海尽倾英雄泪，仙山难觅圣贤灵。四海鸣笛迎归客，九州流落别故云。明朝变化逍遥鹤，笑看鸿鹄空自鸣。当年儿臣年少轻狂，胡乱点了父亲的诗，现在想来实在是惭愧。很好嘛，会有少年的潇洒之气。怎么，当年不是想当个逍遥野鹤吗？如今却不想了。古人云：“否极则泰来。”这个国家在500年来经历了无数风雨曲折，总能屹立不倒。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二人度过了。本殿们，父王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除你体内的妖毒，让你看到山河重振，乾坤永隆。谦儿，山河重振固然重要，但爹还是希望你快乐，遵从内心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爹有点冷了，爹，咱回宫吧。好。殿下，这些已经是全部了。谷子，你那有什么线索吗？还没有，我再找找啊。陛下，人我带来了。今日就不必了。可是陛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找到了，书上有记载，100年前有人被蛊雕所伤，也属于妖毒感染，其父亲用以血换血的方式把他儿子救活。以血换血，以命换。二传，这书上是写了，这个人虽然被救活了，但是他的父亲耗尽了体内所有精血，撒手人寰了，这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血浓于水，古人尚且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是本传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要救我父王。你冷静一点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要去救我父王，我要去救我父王。殿下，殿下，如果国王知道你用这个法子的话，他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要再劝我了，
们没有时间了。殿下，圣上他驾崩了。父王，陛下，父王，儿臣已经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父王，你醒醒，父王，儿臣真的已经找到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。自从大老爷将先祖的精元传输给他，他就如同摆脱了肉身的束缚，完全不知疲累。小仙虽然已经可以自由地操控这副躯体，不过实战来看，只怕还是不够快。奶奶、莫公子，你们来了。轩儿，你现在身体恢复的可以，但就是速度上有点欠缺。是，虽说体力没有上限，但我总觉得我的动作跟不上我的想法和意识。别着急，或许我们联手，你就可以做到。联手？我的寻千丝可以连通人的意识，之前没有机会试过，眼下正好可以用来和你配合。你试试在心里想几个动作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你相当于拥有了2双眼睛，2个人的意识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寻千丝，我的精元之力也可以为你所用。这力量确实增强了不少。来，我们继续试试配合。好。国师大人，是否要属下带上将士去拦住他？人心似水，易疏不易堵。尔詹，哎呦，好，参见国王。
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你们就叫我板砖吧，这称呼怪不适应。我也不适应，要不叫你板王、砖王、板砖王吧？行。不可对国王无礼啊！哎，都是兄弟，无论我什么身份，这层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小燕子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可以呀，这刚刚继任就这么多奏折，都写什么呀？你还想议政？认字吗？我那看得懂吗？那当。哎，无非是大臣们纷纷辞官卸甲，百姓也都举家迁徙。刚上任，他们不相信我的能力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行啊！那我们得帮你们说道说道，这不欺负人吗？陛下，又有官员提交了辞表，他们托老臣代为呈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越到紧要关头，越临阵脱逃呗。不怪他们，是我不懂得治理国家，不懂得如何当一个国王，是我没给他们信心。陛下，千亿国现在百废待兴，百姓是正需要您的时候，您可不能没有信心呐。博士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说。麒麟神的传说是真的，万年神力就在这儿。当年先祖和麒麟神签订契约，麒麟神助先祖开疆扩土，建立王朝，但王氏一族也至此沦为神识的容器，历代子孙都要承载这样的命运。前日父王告诉我，这万年神力就是千羽国国运昌盛的基本命脉。只是这神力一旦释放，我便会彻底失去自我意识，身体也会被麒麟神占领。失去自我意识，那不就是死了吗？不行，板砖，我们确实是想激活金刚诀，但我们不想拿你的性命来交换。但小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怕。绝对不行，就算小轩知道，他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陛下，天雨福曲，万寿祈究啊！当下明海危机爆发，千羽国更是连遭巨变。此时唯有陛下展现出神力，才能够重振坊间和朝野的士气，使得我们千羽国的国祚绵延。先帝受伤以来，老臣时常在想，要是冥冥之中真有神奇存在，倒不如将千羽国交于启灵神来接管。什么？交给神治理？难道你刚才没有听清吗？千羽国自始就是依神而存，想必你们两位也是为了寻找神力而来。一旦陛下释放出神力，那么天与伏龙两国的局势就将迎刃而解。国师，是您没有听清吧？刚刚雨谦说了呀，一旦释放神力，他将会失去意识，身体被启灵神所掌管。可是千羽国不能亡啊！你这是在逼他！本国的处境，想必二位已经看到了。城内外的百姓已是人心惶惶，如不展现奇迹，恐怕再难延续下去了。荒谬！不要再争了。国师，我深知我不是一个治国之才，所以想将王位传让给更有贤能之人。当下最要紧的
是寻找渡过冥海的办法，解决冥海危机。我想将王位让贤给您。陛下，老臣是万万承受不起呀！老臣这把老骨头也是难当此任。陛下，让麒麟神现世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这国师是疯了还是故意的？非要逼你自杀？他一心为国，应该是无奈之举。不行，本尊，照他那话那意思，无论你释不释放神力，他都不打算让你走了。你真的想好把王位让给他？国师大到治理国家，小到占星望气，无所不精，是父王颇为器重的股肱之臣。交由他，总比我这个江湖浪荡的半吊子妖师强吧？你要是想走，我们支持你。不就是拼岷海吗？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。咱也不用一条巷子走到黑嘛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治理千羽国这个老国师确实比你擅长，比你这个小板砖可靠谱多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去阻断岷海的源头，那更是拯救苍生、造福百姓啊。本尊，只要你想好了的话，跟我们回伏龙国。我给国师留封信。去哪儿？回伏龙国。你们俩可以走，但国王得留下。国师要让雨谦冒着生命的风险去释放神力，我们不得不带他走。他在这很危险，你想看着他送死吗？事情是可以改变的，但国王得留下。小云子，你虽然是千羽国的人，但你也是雨谦，还有我们的朋友，你应该尊重他自己做的决定。但一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。我已经留了一份诏书，将王位传给国师。你知道的，他比我更适合且更懂得治理国家。你想好了？走吧，国师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留下，可以帮你们拖延一些时间。走，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末将甲胄在身，请恕末将不便行礼。国王还请依驾回宫吧。我想去哪就去哪，你让开。末将也只是奉命差遣，不准放行，内中隐情一概不知。国王的圣驾你们也敢拦，是想造反？末将不敢，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？你奉谁的命？我是国王，你奉谁的命？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挟持陛下？忘了，萧云子，没人劫持我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陛下，此时正值零落丧乱之时，陛下当敬天法祖，勿贪瞬息之荣，将无穷的神力宣召于黎民百姓，不可弃家国而不顾啊！你这是在逼他。陛下勿贪儿女情长，意气用事。祭台已经搭设完毕，明天是天德之日，适逢祭祀，老臣
恳请陛下能够彰显神威，挽江山于侵退。放了他，我跟你回去。等着。谢陛下。二位贵客跋涉千里之遥，疲惫无歇，也正好在都城歇息2日。国丧期间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却想从都城一走了之，既为人子之孝，又无人君之德，老臣真是失望得很啊！陛下，老臣只是恪尽臣节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眼下正是千羽国数百年来的大劫难，如果陛下此时能够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那先帝在天的英灵也会为您感到骄傲的。父皇真的会为我感到骄傲吗？我这一生过的是迷迷糊糊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自己到底是谁？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究竟是谁，但是他要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，并为此矢志不渝。千羽国经此妖乱，国内恶殍遍野，百姓举家奔逃，陛下您不能闭耳塞听啊！老臣知道，让您释放神力有如一场赌博，但老臣不得不让您赌这一次。国师深夜至此，不会为了只是开导我，让我接受这现实吧？老臣只是心怀忐忑，难以入眠，忍不住叨扰国王，小叙片刻。陛下，百姓待君，宜能安之耳。明日过后，人心之向背，国祚之存亡，那就看昭昭天命了。我若偏不顺应着天命，大秦国王，一生经文为武，虚怀纳谏，虽为守城之君，却也开拓了我朝绵延数十载的修明盛世，令百官感佩，万民垂范。如今先帝虽已龙归碧海，凤返丹霄，但旗帜不灭。为了恢复我朝太平富庶之势，新君英明锐断，决意释放出体内的千灵神奇，降临凡世，责备苍生。
我等能有如此体贴爱民的人君，真是社稷幸甚，天下幸甚。先帝千古，国王万岁！为国家尽忠，不仅是臣子的本分，也是九五之尊需要向天下唱明的圣道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何必多言，国师？你我君臣之谊，到此为止吧。陛下年幼之时，老臣常伴您左右，教您读书写字，家国纲常。陛下可否记得呀？提起三纲五常，你又可还曾记得什么是君君臣臣？父父子子啊，老臣不敢忘。只是陛下，可否还记得那圣贤书上说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道理呀？眼下这千余国，民废四起，匪乱不止，这可是先帝萧绎干时夙兴夜寐才打造的大好江山呐！陛下，若不施此法，那千余国的百姓必将陷入这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呀！施此法若能拯救苍生，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若不能呢，千余国必将成为一个笑话。陛下，您有神力招福，不必如此自轻。想当年，老臣不过是一个潦倒的书生，家徒四壁，幸得先帝垂青，才跪入机书。只等深情厚恩，老臣一直铭刻肺腑。如果此番陛下不幸登遐，老臣发誓，一定随您而去。在国师心中，只要千余国尚能存续，你我二人之性命皆不重要，是吧？只要千余国能够存续下去，老臣与陛下的性命都不重要。可我不想潦倒成仙，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舍大道而营小利，非人君之所为。把国王请上雷公柱。是。这个老国师，真是个道貌岸然、大奸四忠的混蛋。尔专的父亲，会不会是被这个老国师给？你们俩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如果国师想要篡位的话，为什么不在他回国之前动手？为什么不接受殿下的禅让？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你不好歹也是个官吗？哎，尔专不会被那个老国师给怎么样啊？先帝驾崩不过2日，境内内乱不止，新上任的国王又想离开千余国，这也会让千余国千万百姓寒心啊！啊？我们是不是不该拉着本人跑路啊？国王本是随性之人，你们不该由他乱来。哎，祭祀开始，现在国王请上雷公柱了。2位大哥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闭嘴！别随意打听。别吵了！哎，这位大哥，
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国师把太庙里的雷公柱给搬出来了。虎子，欣桐啊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了。怎么行动？国师把雷公柱搬出来了，他想强行引出神力。我们必须赶在国师动手之前把国王救出来。雷公柱是什么？雷公柱是我们千羽国用来引雷避雷的神物。哎呀，那国师不会要把板砖给劈死吧？没办法了，欣桐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借你簪子一用，萧云子会飞剑，他肯定能用这个开锁。干嘛呢？磨叽什么啊？哎，你能开开呀？走了。你早干嘛了？你总觉得我望之不似人君，起码我死的时候，有了那么一丝丝君王的样子，免得被天下人笑话。来吧。好，知我罪我，其为春秋；知我罪我，其为春秋。慢着！有刺客，护驾！是。国师，不要再冥顽不灵了，赶紧停止祭奠。拦住他们，若欲抵抗，杀无赦。是。萧云子，你想造反吗？萧云子救驾来迟，还望国王恕罪。我们千羽国的事与你们外人无关，赶紧给我下去！老糊涂！亏你还是千羽国的国师，你们只知道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，却忘记了人定胜天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国王以身许国，此乃大义之举。妖言惑众的是你，大义，神是你们的大义，但对我来说，他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想伤害他，先过我这儿。虎子，别管我了，你们走吧。少废话，今天我必须把你带走，欠我2顿罪花错。把他放下，结束这个仪式。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杀了我吧，就算化作鬼魅，我也要替千羽国完成这场祭祀。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虎子，你们快走，走啊！板砖，国王。恭迎启灵神启，慈航下世，恳请神灵彰显神威，普渡万民，佑我千羽国长盛万年。哎呀，启灵神，启灵神。如果你真的是神，
你就不该让这个人白白为了你去牺牲。我求求你救救他！众人皆睡，为何你独醒？你是何人？如果你真的是神，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。肉体凡胎，皆有一死。若能脱去凡骨，化身为神，不正是世人所愿？我借他凡胎一用，便可满足这千羽国万人心中所愿，岂不甚好？板砖的命是他自己的，只有他自己能够做主。就算你是神，凭什么替他做主？凡俗情感，皆是虚妄，又何必为其牵绊？只需牺牲他一人性命，便可拯救一个国度和万千百姓，难道不是更有价值吗？那算什么价值？这就是你们神说出来的话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拯救苍生，但你已经牺牲了一个无辜之人，你根本不配做神。你可知抵抗神意，诋毁神明的后果？若神皆如此，我有什么不肯抵抗？我只相信人定胜天，若遇不公，神当杀神，佛当杀佛。不知天高地厚。神就这点能耐啊！狂妄！金刚诀？你怎么会有金刚诀？金刚诀500年前斩杀妖帝，今日就杀你这个假神，给板砖报仇！原来如此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虎子，虎子，虎子！青铜，小轩，小啊啊！你是谁？我在你体内住了这么久，你却不认得我。你是启灵神？你怎么长这么小啊？眼前所见，不过是空相而已。那他们是谁？那些是日日向我跪拜、祈求之人的欲望。欲望？世人都爱功名利禄，并因此生出太多执着与妄念，终陷苦海之中。与其说他拜的是神，不如说拜的是自己的欲望。这便是世间痛苦与罪恶的根源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就问你，为何要一直寄居在我们王氏一族的意识里面？人神之间各按其所，难道不好吗？这是我与你王氏先祖
500年前定下的契约。你的先祖王千羽有着一颗建国立业、守护百姓的初心，于是我便助他开疆拓土，创立千羽国。我的神识也自他开始，便寄居在你们王氏一族的意识中，代代相传。我会在每一代中选择一人，成为我闭关修行的容器。成为容器之人，寿命会随之减少。所以，你的先祖们都没有人活过60岁。就因为这样一份契约，我们王氏一族难道一直要做你的囚徒吗？如果你拒绝神识庇护，那千羽国绵延500年的国运该如何？你们祖先渴望庇护千羽国的愿望又该如何？可你刚刚不是说他们跪拜的都是自己的欲望吗？若我们王氏一族真的靠着神识来治理国家、安抚百姓，难道这不是虚妄吗？你身为神明，也觉得这理所应当？世人皆以为王氏江山有神的庇护，却不知这500年来，我一直闭关修行，在时间的长河中俯瞰众生，从未帮助过世间任何人，参与过任何事。所谓神佑，皆是虚幻，只不过是千羽子民的精神寄托。千羽国500年来的繁荣昌盛，靠的是励精图治的王氏家族，以及辛苦耕耘的万千百姓，是人为而非神力。你们人的力量，才是无穷的。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？是的。那我们千羽国的这次劫难，也可以靠自己解决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我与你王氏一族的契约是时候解除了。这便是当初我与你先祖定下的契约。从今以后，你便自由了。记住，无论何时何地、何种处境，遵从内心，事在人为。那他们怎么办？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。虎子，虎子，虎子，你醒醒，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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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活了，你没事啊？虎子，你累死我了！那个神呢？啥？我刚才为了你，都跟神打了一架。你都还跟神打了呀？我都没出手呢，差点能给我打死。我来给你治治。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！哎！哎。你要谋杀我呀？没效果吗？天上地下喂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启灵神和我解除了契约，我神力也没了。啊！抱歉啊，让你白了一转。你活人去！
本传，太好了！我好像梦见启灵神了。我梦到启灵神了，我也梦到启灵神了，我也梦到启灵神了。启灵神对我说：“千羽国这么多年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啊！”是啊，他也这么跟我说的。启灵神在梦中点化我，他说：“千羽国延续至今，靠的不是神，是我们人。对，就是靠我们自己。没错，就是靠的我们自己。陛下，老臣真是愚蠢至极呀！我竟然以千羽国的国运相威胁，还联合官员百姓，要把您当祭品，老臣真是罪不可赦呀！请国王恕罪。是，国师快行启！我知道，你是一心为了千羽国。千羽国从荒芜之地建国，到富强繁荣，历经了万般的艰辛与痛苦，靠的是君臣同心，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我相信，靠我们自己，依然可以重拾家园，再创往日辉煌。明海之威事关整个大陆，我们千羽国也应当尽一份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在此等待他人的救助。我们定与国王齐心协力，共度明海之危。共度明海之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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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度明海之危。金刚诀已经被激活了。是啊，就在跟启灵神交手的一刹那。启灵神果然对世人心存护佑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启灵神在走之前告诫我，一定要听从内心，事在人为。行啊，这金刚诀激活了，我们也该回伏龙国了。你怎么想的？是啊，本传。你现在已经得到千羽国上上下下的信任与拥护，重建千羽国也需要你。你怎么想的？我当然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。你放心，这儿的一切我已经交代好国师了。明海危机若不解决，何来千羽国的长治久安？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去明海解决的危机源头。国师，留步，诸位留步。陛下，陛下此去明海危机重重，陛下多多保重啊！国师，解除明海危机是守护千羽国之根本，待我凯旋而归。先帝若是看到陛下今天的样子，一定会
很高兴他。我是起来说话。我不在的期间，千羽国就交给你了。请国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守护好这千羽国的。国王，请留步。这些都是千羽国最优秀的战士，得知国王宏愿，愿誓死追随。此行怕是有诸多的困难与艰辛，你们可想好了？愿意随我一同前去？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。好。大老爷，今日我稳固元神之后，我和莫公子配合练功，力量更上一层了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，大老爷？你身体还行吗？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小轩，陪为师到外面走走。好。小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若日后你真的到了巅峰谷，遇到了炎，你们之间会怎样？我不知道，炎对我一直怀恨在心，但我和他毕竟是兄弟，兄弟相残是人间至苦，这也就是双生元神的残忍之处。但为师总觉得，如若兄弟之间的恩怨得不到化解，无论谁生谁死，都是最深最深的遗憾呐。您说的话我记住了，等我找到他，定会找他好好聊一聊。自从先祖把为师给造了出来，迄今为止，为师已经活了500余年。500余年，真的是够久了。大老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见过了人世间太多的生生死死，为师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淡了。为师身为一个法器，但也会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。不是，好好的，总提什么生死啊？小轩呐，今日是你恢复人身的第7日，也到了为师与你道别的时候了。大老爷，您身为法宝再有500年寿命也是正常的。平日里您爱开玩笑也就算了，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大老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身体为何这么虚弱？
难道7日前？后有此法，你的元神就会彻底消亡。你为何不告诉我呢？小轩，别难过，先祖给了为师生命，为师现在把他还给了他的后人，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你的话我都铭记于心，但是我舍不得你。小轩，要忠于自己的初心，身怀正气，一往无前，也不会枉费为师对你的付出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突然想起你小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你日日倚窗练字，晃而不应，10余年的光景，就这么一下子过来了。我这条命是大老爷给的，他用所有的法力保全了我的元神。大老爷守护了齐家500年，这份恩情，齐家无以为报。大老爷，我会铭记您的教诲，带着您一起好好活下去。大老爷，请受老身一拜。等虎子闹完肚子，我们就赶紧启程。他怎么那么耽误事儿？等过了这个峡谷，就离伏龙境内不远了。我记得前面有个古镇叫向阳古镇，大伙肯定都已经饿了。等会儿我们去买点吃的。
国王，那个镇子已经荒废很久了。啊，荒废了？不对，镇上人发迹之后，有的人去了伏龙国，有的人去了千羽国，所以没有人了现在。哦。千羽国妖师。 光天化日之下，哪里来的强盗？小丫头，挺能打架的吧？小丫头不是你能叫的，当心要了你的命！ 把人带走。是。青铜不见了，追！大首领，大首领回来了！好，大哥，回来了。老二，家里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怎么还驮个女人回来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准备好饭菜啊！哎，干嘛呢？打架了？欣桐去哪儿了？被抓了。被谁抓了？巨轮国的人。追啊！等会儿，那帮蛮子熟识山谷路线，如果贸然前进的话，很有可能中他们奸计。都怪我，这会儿闹什么肚子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之前说向阳古镇已经废弃，他们很有可能在那儿安营扎寨。奇怪，之前在巨轮国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等他醒了，抓紧时间准备一下。是。我的枪！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将我带到此处？